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为什么说程毅身上有股侠气？当江湖风骨照进现时，凡人亦可成侠。他被人称为眉宇有侠意，瞳中有静气，有赞他之世古而不世古，丽圆滑而弥天真。还有人叹息道，那股难觅的现代侠气是繁华中的一缕清风。但究竟什么才是侠气？是眉峰如剑的锐利？是转身拂袖的洒脱？还是站立如松柏般挺拔的脊梁？是刀光剑影中的飒爽英姿？是绝境中的孤勇？还是市井烟火中的坚守？若将侠字拆开来看，左边是人，右边是家家道而行，心怀众生。侠气从不止于刀光剑影，更是一种责任，一种坚守，是在逆境中的担当，在喧嚣外的成名。程毅的侠气犹如一壶温酒，初尝清冽，细品回甘，最终化作胸中那不灭的火焰。剑尖上的江湖，以武在道，动静皆成诗。侠气的第一重境界体现在形态上。程毅的打戏早已超越了传统招式的单调，他将武术升华成了一种美学的诗篇。莲花楼中，李莲花醉酒舞剑的片段堪称经典。醉步轻盈，剑锋滑跃，仿佛墨染宣纸，每一个动作都似在告别往日的辉煌。他手中的清风剑不再是杀戮的利器，而是一支救赎之笔。扬州慢内力疗伤时，他的指尖不仅流转武功，更传递出济世救人的人心。这一演绎将武学与医道相融合，传达出侠者济世的精神，以剑止杀，以医救心。李莲花的淡泊名利，心怀苍生，正是江湖气质的体现。在赴山海的片花中，他饰演的萧秋水与李沉舟展现了侠气的两面，一位玄衣少年，剑锋如虹，纯粹热血未曾沾染尘世；一位素衣宗师，拳法刚柔并济，历尽沧桑后以静制动。他的动作戏总能在力量与美感之间找到平衡，宛如书法中的飞白，刚劲如楷书端正，飘逸如行草。而在《长安24记》中，谢怀安白发纸伞，立于雨中。他的复仇之路并非依靠武力，而是全凭智谋。程毅将灭门之痛化作冷静的筹谋，展现了侠者的另一种可能。当刀剑化作权谋，智慧成为最锋利的武器。在预告片中的那句“复仇路上，我见不得任何一个仇人有善终”，并非嗜血之语，而是对正义的执着坚守。这与传统文化中文侠的精神不谋而合。李莲花通过医术化解江湖恩怨，谢怀安用权谋守护百姓安宁。程毅的侠气始终指向守护的本质，无论是剑还是旗，最终都关乎对生命的敬畏。风骨藏眉宇，以静写动，无声胜千言。侠气的第二重境界在神态上。若说打戏是侠者外在的表现，那么文戏便是侠骨的内在显现。沉香如屑中，应渊帝君那段垂眸抚琴的画面，被观众称作一眼万年。指尖拨动琴弦时，他眉间微蹙，似乎将三界苍生的重量凝聚于一瞬间。无需高声疾呼，只凭微妙的呼吸与颤动的眼睫，他便将神性悲悯与烦心挣扎揉成一片寂静的海。这种静默的力量，宛如拈花误禅的尊者，虽无形无香，却能洞见众生悲欢，用无声的方式诠释侠者的孤独。在底线中，周易安将侠气融入烟火气息的日常。调解纠纷时，他言语温和，但每一句话都重如千钧。面对弱势群体时，他眼中的情感不只是怜悯，而是共情。这是一种扎根现实的侠义精神，是为生民立命的现代解读。程毅通过克制的表演，让观众看到，真正的侠者不必仗剑天涯，也能在平凡的岗位上守护公义。红尘练本心，以拙破巧，天真即铠甲。
侠气的第三重境界，在魂。程毅常被粉丝形容为历经圆滑而弥天真，这份纯粹恰恰是侠者最宝贵的底色。在片场，他常常独坐一旁研读剧本，纸页上写满批注，仿佛要将角色的灵魂刻入骨血。在路透镜头里，他弯腰扶起裙眼，给前辈撑起遮阳伞，为婴儿挡住待拍的阳光。这种对职业的敬畏，对前辈的尊重，对同行的善意，宛如古龙笔下的江湖规矩，有所为有所不为。更难得的是他的拙。在这个充满虚华与伪装的娱乐圈，他坦言，我可能不太会说话，那我就多做一点吧。但在粉丝接机时，他总会叮嘱注意安全。这种知世故而不世故的纯粹，恰似武侠小说中的重剑无锋，大巧不工。真正的侠气，从不需要华丽的装饰。4. 侠气的本质，凡人心的英雄主义。正如罗兰所说，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，就是在认清生活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。程毅的侠气正是这种凡人心的映射。他饰演的角色，如李莲花与周易安，都是伤痕累累的普通人。李莲花失去武功，却以医术济世；周易安身处体制，却为正义奔走。他们的侠气不是超凡脱俗，而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执拗。这种精神在程毅的直播中同样得以体现。谈起角色时，他眼神灼灼，满怀热情；而面对赞誉时，却谦虚道：“演员就是我的职业，就像普通人一样上班下班。”在流量至上的时代，他选择用笨功夫雕琢演技，一场打戏反复摔打数十次，一句台词琢磨人物生平。这不也是侠者的手拙吗？侠气是一场永不完结的修行。程毅的侠气远不只是古风美男或打戏天花板这样的标签，它是一种鲜活的生命态度。在戏里，他以角色为舟，带领观众穿越风雨；在戏外，他以本心为锚，在浮华中守住一片清明。当有人赞他说眉宇有侠意，瞳中有静气，其实是在看到他那份未被世俗侵蚀的天真，那份历经千帆仍坚持相信光的赤诚。侠气的本质或许正是如此，不是超凡入圣的神话，而是每个凡人心中那未熄的火种，在认清生活真相后，依然愿意为心中的道活得温柔而坚定。此刻再看程毅，才明白，所谓的侠者，是在喧嚣尘世中始终保持着对美好的信仰与追寻，是将人生的荆棘走成一条向阳的路。